前不久，蜘蛛侠平行宇宙2发布了预告片，虽然视频仅有2分12秒，但里面却充满了细节和彩蛋，并且出现众多蜘蛛侠齐聚一堂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蜘蛛侠2099将会正式登场。为了让大家一次性看懂，今天我将逐帧解析预告片。废话也不多说，咱们现在就进入主题。首先来到迈尔斯偷走别人的热狗，并付了25美元的镜头。此时请注意，就在迈尔斯准备拿到热狗时，由于剧组为迈尔斯设置了较低的帧率，所以可以看到他的右手在同一帧中出现了2次。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，出现的2只手的手部动作并不相同，这里他的拇指稍高，小指稍低，但重要的是要记住，动画师设置了每秒12帧，而他周围的环境却以每秒60帧的速度运行。紧接着来到迈尔斯穿着布鲁克林42号球衣的镜头，42这个数字不仅出现在蜘蛛侠的关键场景中，并且在原版漫画中也有出现，而42这个数字也是为了纪念杰基·罗宾逊，他是第一位非裔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员，42正是他的球衣号码。另外，在官方第一个的预告片中，迈尔斯并没有穿这件布鲁克林球衣，只穿了一件简单的白 T 恤，但现在在第2个官方预告片中，动画师改变了它，让迈尔斯穿上了这件球衣。不仅如此，当他的房间里打开一个多元宇宙传送门时，注意球衣一直在改变颜色，这就意味着迈尔斯在不同的宇宙中穿着不同颜色的球衣。或许这就解释了电影推迟上映的原因，动画师正在花时间隐藏电影中的一些细节。当杰西卡·德鲁从传送门出来时，注意到他的摩托车有5个不同颜色的影子从传送门出来，这个场景证明了他有多强大，因为迈尔斯在开始穿越这个传送门时十分艰难，而杰西卡能从这个传送门出来，说明在他的宇宙中他是一个成熟的蜘蛛侠。在另一个镜头中，他的5指同时发射蜘蛛网，在蜘蛛网出来之前，请注意他的每个手指上看到一个白点，这表明他可能有一个有机的网，就像他在漫画中做的那样。在这个画面中可以看到蜘蛛侠2099正在看他和他女儿的录像，文件的名字叫加布里艾拉，这可能是他女儿的名字，而他之所以看录像，说明他女儿可能已经死了。但是如果注意米格尔拥有的技术，全息影像周围的颜色都是金黄色，以及之前迈尔斯和格温看着米格尔的镜头中，也可以看到同样颜色的全息屏幕，这就说明了米格尔此时可能在看他女儿的镜头。如果注意到他在多元宇宙中发明的稳定自己的装置，这个装置也有金黄色的触感，而他发明的这个装置其实是个极其重要的东西。格温第一次拜访迈尔斯时就穿着类似的设备，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在第1部电影中，所有其他的蜘蛛侠都在迈尔斯的宇宙中出现了故障，而这个装置可以让他们在不属于自己的宇宙中稳定下来。如果回到这个场景，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蜘蛛侠变体都带着这个装置，这说明了米格尔可能正在这里召唤来自每个宇宙的所有蜘蛛侠变体。切换到迈尔斯和格温的镜头，注意看格温的身体有点模糊，但迈尔斯身体的轮廓极其清晰。之所以2人会出现不同之处，可能是因为动画师是根据水彩制作了格温的缘故，但在第1部电影中，格温的身体看起来很正常，并且没有出现身体轮廓模糊，而在他自己的宇宙中，他的身体出现了这一状况，并且周围的其他人也有这一特征，所以身体轮廓模糊是格温那个宇宙的特征。但是在这个场景中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格温身体轮廓模糊，但彼得、迈尔斯和迈格尔3人并没有，所以在米迦洛的宇宙中，无论来自哪个宇宙的人都保留了自己宇宙的特征。在预告片片尾这一片段中，不仅可以看到主角迈尔斯和格温，还看到蜘蛛侠2099以及一个漫画读者，这个角色在漫画中可能创造了一个彼得·帕克，同时他也是最受欢迎的角色之一，并且他是来自一个彼得·帕克是他父亲的宇宙。彼得在与绿魔交战中因受伤而退休，因此他接任了他父亲成为蜘蛛侠。紧接着出现漫威蜘蛛侠中 PS4 蜘蛛侠的客串，他穿着红蓝白3色的蜘蛛侠套装，而这套衣服在第1部电影中就已经出现过了，可以看出电影制作人将蜘蛛侠系列的不同元素都带入了这部电影中。而在这个众多蜘蛛侠同框的镜头中，不仅可以看到蜘蛛侠无限在逃跑中试图抓住迈尔斯，还有卡通蜘蛛侠、闪电侠汤普森以及头戴袋子的蜘蛛侠。在漫画中，蜘蛛侠加入了神奇四侠，在蜘蛛战1丢失后，韦德·查理斯帮助了他，于是就有了蜘蛛侠穿着各种神奇四侠的装备，以及棕色纸袋当面具但并没有穿鞋子的模样。但在预告片中，他虽然穿着蜘蛛侠战衣，但同样没有鞋子和面具，或许是因为索尼没有神奇四侠版权的原因。随后看到游戏蜘蛛侠低帧率奔跑的画面，似乎是在有意模仿经典电子游戏。来到米格尔朝迈尔斯飞奔的镜头，他用他的爪子加速冲向迈尔斯，但此时请注意，在米格尔碰他之前，迈尔斯的战服就已经被撕开了，这里是我们第一次能透过他的衣服看到他的皮肤。如果向前移动几帧，可以看到胸前的爪痕，这说明米格尔用他的爪子撕破了迈尔斯的战服，并且抓伤了他。